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低调官宣喜讯，粉丝激动直呼：“终于等到了！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一年有一股主流的潮流并没有出现，综艺、新剧都没接，低调得很。是的，迪丽跟去年有2部电视连续剧上映，其中一部叫《公诉》，是一部集工业和悬疑于一体的剧。迪丽热巴饰演佟大为，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。另一部玄幻题材电视剧《安乐传》再次回归，迪丽热巴主演。不得不说，这一部古装剧又漂亮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此外，《花儿与少年》也使她的个人声望大增，也使迪丽热巴在公路上的死亡浪潮中脱颖而出。但是，今年上半年，迪丽热巴消失在大屏幕上。不过，放心吧，迪丽热巴一直都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为自己的下半辈子做准备。本年度有2部电视剧即将上映，其中一部是《利剑玫瑰》，由金世佳饰演女警。绿原上崛起的领主就是其中之一。今日，该剧正式发布消息称，该剧已拍摄完毕，即将发行。从大众的反应判断，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很有可能火起来，而且观众们都等不及要看了。迪丽的最后一程终于回来了，相信看过宣传片的观众们一定会非常好奇《青源枭雄》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电视剧。从视觉上来看，这部电影包含了很多元素，如探险、明暗对比、悬疑。实际上，领主从绿原上升起就像是一朵浪花，由多个要素组成，分为4个主要阶段。电影的前半部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的真实生活，接着黑袍头人与黑夜之主的战斗开始了。在中后2部分，主要是描写男女主角的合作与情感的细节。影片的最后一章才是真正的高潮，是双方之间的直接交锋。原著对剧情节奏把握得很好，只要节目版不破坏这个节奏，就算是照搬，也能将剧情的优势放大。这要看剧本是怎样改编的，以及它能不能像一本小说那样把你带到最后。但不管是以正邪之战的高潮收场，还是留下未了之事，就目前来看，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，就预告片而言，不管是场景还是角色，都尽可能地还原了剧情，结局也是有始有终。如果还有续集的话，那就更值得期待了。角色塑造是该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女主人公聂九洛由迪丽热巴饰演，与司徒雷登笔下的女主人公很像，但是聂九洛更疯狂、更残忍。在预告片中，你不仅可以看到她双手上下翻飞，还可以看到一把又一把的刀子在血肉横飞中互相残杀。这个女主角和我们以前看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一样。男主角岩拓陈星叙事的性格则更为复杂，他有着悲惨的童年，却又顽强地等待着复仇的到来，是一个坚强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美国人。在预告片里，杨托一次又一次地砸着玻璃，直到流了血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把这2件事放到一块，必然会擦出火花。在新预告的末尾，聂九罗幽默地对岩拓说：“我会请，不会送。”而岩拓则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：“我擅长送礼。”2人的组合很有意思。单从这一集的演员阵容来看，还真有几分将原著人物活过来的感觉。完全正确。迪丽热巴扮演聂九洛，外号风刀，这个角色在小说里只有25、26岁的样子。身材纤细，头发乌黑，肌肤白皙，容貌端庄，却像是一尊魔神。
这不是很好的描绘了勤奋这一形象吗？聂九洛也不像以前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美艳不可方物，却自有一股杀伐之气。预告片中的迪丽热巴扎着一条麻花辫，头很大，脖子很长，五官棱角分明，堪称完美。哪怕是将长发束在脑后，再垂下2根长长的发丝，修饰脸型，都能让慵懒中透出一股肃杀之气。迪丽热巴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，看起来像是一位很清新的女神，而剧中穿着的衣服则是将她整个人都给掏空了的。再看看陈星旭，以前大家都知道她长得高，长得也不错，但是在国内娱乐圈里却一直没有大红大紫的人气，因为陈星旭演的角色不是被虐，就是被黑吃黑，都没有男主角那么吸引人。所以说，陈星旭能否获得一个好的角色，就得看他能不能找到好的角色。在清源枭雄里，严拓这个角色显然让陈星旭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，不仅演技过关，服装妆容都成了他的加分项。陈星旭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，看起来很酷，但是他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2个人在一起，气场强大，但是却丝毫不落下风。陈星旭终于要火了。清源上的枭雄很懂观众的口味，光是演员阵容就能让2个厚颜无耻的人坐在一起，看得人赏心悦目，再一次让粉丝们兴奋不已的福利。还有张丽，她演的是反派，化着漂亮的妆，看预告片就知道了。而老戏骨田小杰则是这个节目的核心人物，也是他演技的极限所在。对于流行的顶尖流媒体而言，选择一部适合他们转变风格的节目并不容易。杨幂选的是谍战题材的《哈尔滨194》，没能成功，而唐嫣凭借着一部《繁花》再次火了起来，还真不好说谁更适合谁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只要形象合适、年龄合适、演技好，效果肯定也不会差。目前来说，迪丽热巴凭借《清源枭雄》就已经具备了这3个条件，相信这部电视剧会对她的转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，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派演员。你对这个计划是否有信心？